我这今年的寒假工啊，太夸张了，这人山人海，这一个小厂来这么多人，这还只是1/4哦。看一下，这就是阿批市场，腊月初8了，就这个德行。看看市场上的人，老板娘开张了吗？没有呢。没溜开张了吗？2个亿，4年亏光，这是我身后的深圳王和友，说倒就倒。4年前在这里吃顿饭都得排队7万多桌，从早上排到晚上，从街头排到巷尾，一杯奶茶被炒到了300多块的天价。如今呢，2026年的今天，只有1楼零零散散的开门，2楼呢空到能听见回声，连个服务人都见不着。中共官方吹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而中国民众的生活普遍的水平下滑，消费降级。年关来临，往年的经济大省广东也出现了大萧条的景象。因为找不到工作，今年提前返乡的人很多。在广东的经济重镇深圳和东莞等地，还有许多打工者滞留，露宿街头。有打工者表示，无论在外还是回老家，现在想要生存真的是不容易。你看这老板欠我们1万多餐费，厂都搬空了，现在人都找不到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无语了。120万3个月就花光了。广州花都区500方的粥底火锅店今天撤店。在广东，火锅店的存活率不超过1年，短的仅仅只有3个月。不管你是做海鲜火锅、牛肉火锅、鸡火锅、重庆火锅、四川火锅，这些的生命周期都超不过1年。猴哥发现这些老板的心态就是赚个半年的钱，到了冬天就集体撤店。但是只有10%的老板可以回本，90%的老板他们的钱基本上就打水漂了。倒闭了，10年汇成倒闭了，各姐妹，倒闭了，干不下去了。这个看来。在深圳刚开讲，这个跟我的技术，跟我的这个选址啊，其实没关系。我这个旁边我的合伙人，他是干炒饭的，他开店开业第1天就倒闭了，他干不下去了。然后我的话，那没办法，5800的房租，本来是1人1半，现在我要1个人承担，那我给你管了，那我这边就直接的转让了，把总量费收回来了。我今天带你们看一个深圳商业烂尾的第一街，你看4条地铁站出口的整条商业街全部烂尾，全部关门。带你再看一下，走，我们做完这个扶手梯下来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全部已经破烂不堪了。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，整个街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商家，是吧？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商家开着门啊！你看，全部都关着门，也业主贴了附注。把好最后一道关吧。这个中基就像我的孩子，是我一手给他弄起来的。这些货发完就不发了。这种是在客村，然后那边你看业主直租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边上这一条，全部都是业主直租。前面去看一下，这一条以前就全部坐满的。这条全部坐满的，你看，招租，这个是蛋糕店，然后港式烧味都倒闭了。你说这位置是最好的位置，东河这边啊。不是我们不努力，这种情况，用力都没有用，这种真的。你别笑。这情况呢，
越来越紧张了。你们看看，看看，一片萧条啊！不是我们不努力啊，不是我们不奋斗啊，而是居然根本就没人了。老家在湖南豫阳的农村的一位网友表示呢，他因为失业被迫提前从东莞回老家了。他说现在东莞真的是不好找工作了。他11月底就回家了，年底根本就找不到工作。现在很多工厂不是搬走就是倒闭失业了。他还证实东莞有很多流浪汉，每天来的多，走的也多。他也不打算年后再去广东了。他说虽然回老家也没有事做，但是不至于饿死。东莞工价现在太低了，很多工厂都招不到人，大多都是中介骗人过去的。另外一位在广东江门的打工者说呢，今年提前返乡的人太多了，他现在在江门暂时能够坚持下去，但是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在这里，不管做生意的还是打工的都很难，整个行情都不好做。1线2线城市的失业的人更多了，很多门面关门转让。中山市有一家日本企业不也搬走了吗？导致几万人没有工作。我们这条街好像坏了，只有店没有人，人都去哪里了呀？哎，今天生意难干吧？你说这哪超市？咱如果是这哪超市，不是都没人？看这个小酒馆倒闭了。哦，你看这，你不要告诉我这边要拆啊，这个也是，这应该以前是一个大酒店，你看菜馆，然后竟然你看业主执照啊，这肯定不是啊，肯定不是要拆迁啊，国药控股都没有，都倒了。你看丝绸，图文还在，然后这个还卖衣服的啊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这里是个面馆，然后也倒闭了。然后这里一个做鱼的也倒闭了。那个宜家家居不是说要关门了吗？现在一个人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关门？唉，我的乖乖哟，这咋弄呢？愁死我了！这马上又快过年了，我到现在连1文钱都没剩，这要是回去了咋给老婆交代？倒闭了，是真的倒闭了。这个是我1个月前还在营业的工厂店，短短3年的时间，100万打水漂了。而我呢，也活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。我是84年的啊，属鼠的，不上不下的年纪。这个是我开的第3家店，最好的时候我们有1栋楼4层，但是就是这么短短3年的时间呢，从有车有房到负债累累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。东莞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橱窗、制造业重镇，如今呢，工厂纷纷搬走。东莞宝润皮具公司老板杨老板近日在抖音上发视频表示，东莞4大奢侈品代工巨头呢，包括8万人的利泰集团、4万人的环球公司、3万人的卫视公司，仅 1.8 万人的时代集团都搬去了东南亚。他们宝润皮具早前也在柬埔寨投资了4000万元，开设了分厂，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。他解释为什么要搬去柬埔寨，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的关税战反反复复的，所有的外国品牌方都不敢来下单，就怕下了订单以后呢，关税突然间就涨了，那点利润都不够付关税的。东莞后街最大鞋厂绿洲鞋业也在年内搬到了越南。曾经上万人的东莞长安金宝电子厂，经历了20余载，最终也搬去了泰国。2026年小工厂都要倒闭，根本就开不下去了，资金根本就周转不过来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原料都要自己去现货现结，但是客户的货款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安排，就没有一个不做欠款生意的。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是怎么做生意的啊，至少在我们湖北荆州这个地方，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就等于说你需要现金去买材料，去垫工资，然后呢，你很多的费用都需要你自己去垫，如果说你不垫，你就没有生意。你说这种情况怎么搞呢？今年应该是最难过的1年了，马上又是年关了，你信不信？绝大多数的东莞老板兜里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很多还在东拼西凑的点网贷，万儿八千的凑，就是为了过一个清净年啊。
能看懂这条视频的老板都是英雄。姐妹们，今天我掏心窝子说句扎心的话，我这个店看着也不小，货也堆得满满当当，我天天顶着一个老板娘的名头，在外人眼里那指定是赚的盆满钵满，结果呢，我每天的营业额连房租都不够，我跟身边的人吐槽，没有一个人信，都觉得我搁这哭穷卖惨。是不赚钱为啥还死扛着？这话问的我嗓子眼都发抖，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这段生意把我弄得都不会干了。今儿个周六了，到目前为止现在8点了，卖了一桌，卖了45块钱。哎呦，我都真是，我这心态都崩溃了。干吧天天赔，不干吧不死心。开空调吧怕费电，不开空调吧一个给它冻给跺脚。图的啥的我都歇呢。哎，1000多万人口的东莞啊，你看街上没人，商场没人，写字楼也没人，餐厅也没人，村里就更没人了。以前中国13亿人口的时候，感觉我去哪都是人，现在都14亿人口了，反而去哪儿你都看不见人。有没有人知道啊？东莞人呢都去哪儿了呢？在广州做电话客服的一位网友小林说呢，现在广州工作不好找，每天返乡人很多，但是如果他回老家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。现在哪里都一样，都不好找工作，看你工作稳不稳定，反正现在年底找不到工作，辞职的都很多。小林有一个做物流的朋友，去年10月份时，公司要辞退试用期的员工，因为在广州找不到工作，已经回湖北老家了。还有2个朋友还在广州找工作，不过真的很难找。被裁了，再也不是魏晋，985毕业已经快10年了。我每个月拿到手是28000的工资，每个月压力都很大。今年是我做自媒体运营的第5年，我经常都是加不完的班，吃不完的外卖，每天都要剪辑100-200条视频。今天是我在公司第1753天，我本来想着工作已经很稳定了，我想给家里人一些安全感，况且这个月业绩还不错，我想着跟老板谈一下薪资的事情，没想到老板直接把我的项目直接移交给我带的徒弟，并且把店铺的账号密码都修改了，还说这个项目我管理就好，不需要亲自操作，把我的薪资调到了3000，这不是变相想架空我，让我离职吗？同学们不要再出来了，现在呢广东、东莞、江门我们这边行情啊，很多工厂其实都差不多饱和了。像现在网上很多中介还在招20多、30多一个钟，同学们不要被这些高单价骗了。江门、东莞这边行情基本上都是在17、18这个价格，动不动互联网上给你说20多、30多一个钟的，基本上都是忽悠你、骗你过去的。中国知名的房企包括恒大、佳兆业、万科与碧桂园总部皆在广东，但广东房价的复苏速度比其他省份要更慢。房价暴跌导致消费者与企业信心疲软，广东零售销售情况低于全国的平均值。很多分析师都认为广东情况已经是大不如前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